歡迎嚟到安娜千里行。香港島棧道欣賞維多利亞港嘅美景，將上環到尖沙咀嘅繁華盡收眼底。登上山峰360度山景海景城市，一覽無遺。到香港第一個興建嘅水塘，尋找早期水務設施。最後一站到香港少有嘅城堡式大宅打卡。點讚、訂閱、留言、分享。灣仔地鐵站 A 出口出閘，轉右前往 A3 到莊士敦道，搭扶手電梯到地面，穿過莊士敦道馬路，轉右前往皇后大道東，乘坐15號巴士，金鐘方向行100米咁上下到廈門街，途經灣仔新地標嘅喜帖街，大紅燈籠高高掛，喜氣洋洋。喜帖街向前行幾步就係廈門街，廈門街直行100米到皇后大道東。啱啱有一架15號巴士開走咗，廈門街行出嚟轉右邊，睇到前面嘅15號巴士站。星期日同公眾假期，朝早10點至夜晚8點，6到10分鐘有一班車。等咗幾分鐘坐巴士去山頂，15號巴士由中環交易廣場開出，途經中環、金鐘、灣仔，邊度搭車自己方便，唔使20分鐘到咗山頂巴士總站。向前行定係向後行都會途經山頂廣場，我向後沿住山頂道行。遠處嘅扯旗山籠罩喺霧氣中，今日山頂天氣最低13度，仲係冬天，春霧已係空氣中彌漫。左前方係薄扶林郊野公園入口，過馬路先去西高山，再去薄扶林水塘到杏山。樓梯行上去有廁所，山頂廣場有邊樓梯行上去，睇到一個兒童遊樂場，唔大唔細，小朋友玩得開心，大人傾下偈影相都開心。廁所喺遊樂場後面，男左女右。呢度嘅視野比山頂道更寬廣，扯旗山高度同西高山嘅比拼，高低立見扯旗山形咗。俯視香港嘅第一個水塘薄扶林水塘，同埋水塘前方嘅薄扶林景致。樓梯行落去係山頂道花園，上方係山頂地標之一嘅凌霄閣。大家覺得凌霄閣外形似乜？香港旅遊發展局話佢似隻碗。山頂廣場、凌霄閣除咗打卡影相，商場裏面有得食有得玩，仲有旅客最中意嘅購物之旅。我只係路過，影相當食過、玩過、買過。左前方有間紅色屋頂嘅歐陸式建築物，佢係一間餐廳，名為太平山餐廳。原址係1888年興建山頂纜車時，英國工程師工作同休息嘅地方。1901年拆卸重建後，改為停人力車同車夫休息嘅地方。隨住人力車嘅式微，1947年呢度改為露天茶座同西餐廳。1981年佢被列為香港2級歷史建築。餐廳右邊係夏力道、柯士甸山道同盧吉道交界處，前往山頂花園行中間嘅柯士甸山道、夏力道同盧吉道都可以去到西高山。對夏力道郊遊徑有興趣，可睇我之前拍嘅影片。今次我行盧吉道前往西高山。盧吉道入口右邊有棟白色建築物，係山頂纜車有限公司總部，樓高2層，白色外牆。建築物整體設計簡單清新雅致，已被列為香港2級歷史建築。太平山盧吉道平坦易行，一條初級行山路線。夏力道、盧吉道都係維多利亞式斷鐵欄杆，零舍中意盧吉道嘅欄杆，大多數係依山勢而設置，曲線設計呈現出線條美感，又有防護嘅實際用途。盧吉道英文 Lugger Road
佢以香港第14任總督盧吉爵士命名。山頂太平山盧吉道建於1913年至1914年，曾被譽為人工征服自然者之最偉大工程。當年工程費用達5萬港元。佢係香港太平山嘅一條棧道。繼續沿住山崖邊行，山頂夏力道盧吉道環回步行徑係一條圍繞太平山山崖嘅平坦郊遊徑。盧吉道行山話咁易，行咗15分鐘，冇咁多樹阻擋視線，趁機影啲風景相。喺呢度可以有唔同角度欣賞維港美景，覺得山崖邊嘅樹木礙眼，令人唔可以盡興打卡。唔緊要，精彩嘅仲喺後面。三合土座椅已有100年歷史，開闢盧吉道時設置喺呢度，混凝土長凳同岩石合為一體絕。嚟到盧吉道觀景台，佢其實係盧吉道步道嘅一部分。盧吉道居高臨下，視野開闊，可以將維多利亞港一覽無遺。香港商業區嘅高樓大廈盡收眼底。香港島最高嘅大廈國際金融中心 IFC 隔住維多利亞港，同九龍第一高樓環球貿易廣場 ICC 遙遙相望。佢哋分別係香港第一、第二高樓。ICC 高度為484米，香港唯一超過100層嘅建築物。盧吉道以大霧聞名，有仙橋霧所稱號。壯麗嘅維多利亞港，由上環到尖沙咀嘅繁華景象，香港幾代人嘅拼搏成果，隨便一影都係風景明信片。盧吉道觀景台打卡後，繼續向前行。山頂盧吉道唯一一棵開花嘅吊鐘花，吸引唔少人停喺度影相。山頂行緊山，點解去咗熱帶雨林探險？太平山位於港島最高處，長時間受到雲層嘅影響，令呢度大多數時間霧氣彌漫，陰涼濕潤環境有利於植物嘅生長，因此呢度有茂密嘅樹林。唔係去咗熱帶雨林，仲係盧吉道行山。盧吉道係條綠樹成蔭嘅輕鬆步道，平坦石屎路行起嚟非常舒服，簡直係老少皆宜嘅郊遊路線。嚟到另一個觀景台，約上2個老友坐喺度傾偈睇風景，偷得人生半日行都唔錯。山頂盧吉道打卡位，印度橡樹拱門。呢度有一棵氣勢雄偉嘅橡樹王。印度橡有龐大嘅樹身同茂密嘅氣根，因獨特嘅外形，呢棵榕屬植物曾獲國際獎項，更有外形最奇特樹木稱號。盧吉道神像面容祥和，雕工精美細緻。印度神像係乜嘢神？用途？知道嘅影片下面留言。盧吉道除咗原山崖邊嘅步行徑同附近豪宅地段，其他位置都屬於郊野公園範圍，維持係未被發展侵擾嘅原始狀態。盧吉道生態環境同50、60年代差唔多，令呢度蘊藏豐富嘅植物物種。凌霄閣經盧吉道行半粒鐘到夏力道盧吉道迴旋處，前面係高西郊遊區公園，轉右去龍虎山同克頓道公廁。有興趣從臨炮台行山，可以睇返之前嘅影片。直行穿過公園，前往西高山觀景台。去西高山嘅山徑喺公園嘅左後方。
由呢度行200幾米到西高山入口。山徑嘅磚有特色，好似古代銅錢。輕輕鬆鬆行幾分鐘嚟到分叉口，呢度係山頂練靶場郊遊區。右邊間屋曾用於放置標靶，左邊建築物前身係西高山步槍射擊場。射擊場於1963年已停用，原址改為休閒野餐場地。直行幾米到一處空地，右邊有涼亭座椅，左邊就係西高山入口。開始山頂西高山行山，山腳行幾百級石梯，攀升100米到觀景台，台階闊又唔高易行，行咗一段石梯嚟一段平路換下氣。途經漁護署告示牌，唔好行泥路，繼續行石梯。好快到咗1/4路程嘅告示牌，仲有3/4嘅路要行，繼續加油。遠方嘅山峰係香港島第3高峰奇力山，附近曾經有一啲具有歷史價值嘅政府建築物同外國領事居住嘅官邸。隨住時代嘅變遷，當年嘅大屋被拆卸改建成面積較細嘅獨立屋。越往高處行，視野越開闊，遠眺西九龍商業區高樓大廈，近望扯旗山、盧峰峽、奇力山風景。遠處南丫島隱隱約現，近處薄扶林一帶霧氣彌漫，唔理係晴天仲係陰天，西高山行山路線總能影出唔一樣嘅風景。繼續山頂西高山行山打卡，遠望青馬大橋、青衣、昂船洲，俯視西環上環密密麻麻嘅高樓。唔理係行下力道西高山路線，定係盧吉道西高山路線，都係來回2小時嘅快閃路線。最緊要有海天一色嘅打卡位，可以360度無死角影相。轉彎就到咗西高山觀景台。西高山高度為493.8米，香港島第4高峰。2004年西高山觀景台落成，並設置西高三角測量站。奇力山、鴨脷洲、薄扶林、數碼港近在眼前，遠望東博海峽、南丫島。俯視薄扶林水塘被茂密樹林包圍，準享得天獨厚嘅自然環境。遠眺長洲、芝麻灣半島、喜靈洲，呢度有山徑通往西區，係另一條到達西高山嘅行山路線。交椅洲、坪洲、大帽山遠在天邊，近望摩星嶺炮台。西環、上環一帶隔住海港，同青衣、昂船洲大橋相望。西高山打卡後，沿路落山，下一站薄扶林水塘。半山腰睇到西高山步槍射擊場為止，快快脆脆15分鐘落到西高山入口。今日係外籍家庭傭工嘅 Happy Sunday， 周圍都係佢哋嘅歡聲笑語。生活嘅錢唔需要太多，活得開心不記恨，一笑看風雲過。重回高西郊遊區公園，沿住公園小徑向前行，前面就係夏力道。夏力道打卡位冇盧吉道多，有興趣行夏力道健身徑。睇返我之前嘅影片，
高西郊遊區公園經夏力道行到凌霄閣用咗15分鐘，轉右沿山頂道前往薄扶林郊野公園入口。到咗山頂薄扶林郊野公園入口，沿住薄扶林水塘道行，睇到山頂道嘅一棵榕樹，樹根漫生喺石牆，好似撒開嘅網覆蓋喺牆壁上，令人驚嘆大自然嘅神奇。山頂薄扶林郊野公園行山路線圖資訊站。今次行嘅山頂薄扶林水塘行山路線，都係綠樹成蔭嘅石屎路，空氣清新，令人心曠神怡。薄扶林水塘道行山初段，隔幾步路就有一個引水渠，將太平山嘅山水引到薄扶林谷嘅水塘。行得攰，喺路邊座椅休息下，飲啖水，繼續行山。1970年代起，政府一直喺薄扶林郊野公園進行植林，佢已成為香港林木覆蓋狀況最好嘅地區之一。薄扶林水塘道嘅轉彎下坡路，對膝頭哥嚟講係個考驗。幾幅牆壁都係塗鴉，愛嘅見證定係到此一遊？邊個可以破解其中嘅謎？再嚟一段轉彎下坡路，薄扶林郊野公園入口行半粒鐘睇到指示牌，沿住石屎路繼續落山，行幾分鐘經過一個野餐公園仔，繼續向前行睇到一個分叉口，直行前往薄扶林2號同3號配水庫，轉右到郊野公園薄扶林管理站。我轉右去參觀薄扶林水塘前看守員房舍，行15分鐘就能到薄扶林道山腳。薄扶林道岩壁上有5間似窟洞嘅屋仔，門同窗都被密封，唔知有咩用途。其中一間嘅牆面有一幅似圖騰嘅畫，線條簡單，充滿藝術感。涼亭附近就係薄扶林水塘，繼續行前往薄扶林水塘入口。呢個角度影水塘嘅大石壁，靚。雨季嗰陣時呢度應該有瀑布。薄扶林水塘位於西高山同奇力山之間嘅薄扶林谷，佢係香港第一個興建嘅水塘。薄扶林水塘分為上下水塘，1963年下水塘建成。水塘嘅容量只有9000立方米，根本唔能滿足市民嘅用水需求。1877年上水塘建成，薄扶林水塘嘅儲水量達到31萬立方米。薄扶林水塘附近嘅公廁向前行就係薄扶林水塘入口。眼前嘅白色單層建築係郊野公園薄扶林管理站，前身係薄扶林水塘看守員房舍。1960年至1963年興建薄扶林水塘時，水壩邊同時建有一間屋作為看守員房舍，建築物採用新古典主義風格。平房前方有一個開放式小走廊，屋頂採用中式金字瓦頂。牆壁上方有三角形山牆設計。2009年建築物被評定為法定古蹟。除咗前看守員房舍，呢度仲有其他嘅歷史建築物，水壩同其他水務設施都係被圍封，只能遠觀土堤、方形暗渠、舊水壩、涼水站。薄扶林水塘打卡後，繼續落山，前往薄扶林水塘巴士站，途經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傷健營，轉右前往大學堂宿舍打卡。
香港大學大學堂建於1861年，原係蘇格蘭商人 Douglas Lupreak 嘅寓所同公司總部。1894年，巴黎外方傳教會買入大宅。1954年，教會將佢轉售俾香港大學。1956年，用作南三宿舍，並命名為大學堂。大學堂糅合咗都鐸及新哥德式建築風格，採用華麗嘅設計理念，係香港僅存擁有城堡外貌嘅建築之一。外部已被評定為香港法定古蹟。沿路返到大馬路前往巴士站，對面係另一個景點白帶尼。我唔去參觀。過馬路轉右搭巴士前往上環，安娜千里行下段影片再見。